你们有谁还记得我们踏上旅程的原因是什么？莎莉和夏佐是重要的同伴，虽然我只是一个出故障的质朴，但如果能找回他们，请带上我，和你一起吧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来自于小可爱米娅的委托。我们曾经承诺要4人一起回来，但至今都未能如愿。下面上干货。我在执行者的数据库中找到了你的相关信息，最后的记录在半年前，你和你的小队在一次行动中失踪。埃文斯，这会不会是半年前的那件事？无论是执行者指挥官卡拉玛，还是执行官埃文斯，都提到了半年前。那么半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让我们回到半年前，弗利嘉被贤者召唤而来。此处的场景是恩利尔堡垒，也是艾达之子在沃兰雪原的大本营。为什么和我们游戏里看到的不一样？是因为这段动画用的还是以前的素材，但从场景元素还是能看到很多相似点的。注意贤者说的话，艾加德已经派人进入了隔离区。主角去隔离区并不是巧合，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圈套，而且我也弄清楚了海加德究竟在找什么。这次行动非常隐秘，一旦失败就会被抹去记录，这也是为什么主角消失半年也没有寻找的原因。等主角回归后又发现我们失忆了，自然也没了威胁。等剧情到了沃兰雪原，我会揭晓答案。现在还是继续按剧情流程分析。这里的转场是能看到换塔的，换塔的细节一直做得很不错，但也很难被发现。接下来就是主角登场，从2个人的对话得知，目标信号丢失，我定位不到他了。海加德派人来这里确实是在寻找某样东西，而且还是会动的物体。双头犬登场，这就是贤者说的猎犬出笼。主角疑惑异生兽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，说明他们要找的并不是异生兽。这里的场景也是有建模的 ，B 站有人卡出来了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搜看。接下来我们和同伴分开逃跑，并捡到了游戏里贯穿始终的武器电磁刃。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电磁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真的只是巧合吗？未知的山洞里面放着一把武器，然后再放入各种实验体，怎么看都像是一场考验。这个矿洞情报里没有提到过。主角说这里的矿洞情报里并没有提及，从这里就已经掉入了贤者的陷阱。这里的场景刚开始还是阴森的洞穴，但到了异化人的地方就变成了遗迹特有的材料。这种建筑风格在塔学里已经分析过了，正是史前文明独有的建筑材料。可见这里也是一处遗迹，而且异化人就是从隔壁放出来的。地上还有着被拆毁的铁栏，从旁边的洞口也是能看到里面通道的，说明这一切都有人在背后操纵。反复的战斗使我们的意志气能量告急，警告，意志气能源不足。就在我们意志气没能量的时候，弗利嘉刚好过来检视。目标已经捕获，明白，把他带走，执行记忆清除程序，并吩咐手下清除了我们的记忆。这时候主角应该就变异了才对，但却什么都没发生。弗利嘉是专门来抓主角的，在内测剧情里，弗利嘉直接将我们扔到了星岛避难所附近，但在公测后的剧情里多了一个失踪半年的设定。主角的下一次苏醒已经在夏佐和莎莉面前，此时距离我们被抓过去了半年时间。这半年时间我们究竟在做什么，和谁在一起？你的意志气能量已经耗尽，我们只能把你带回避难所，进行了紧急处理。莎莉说我们的意志气能量已经耗尽，能量耗尽这是非常严重的事，而且能量耗尽和被救肯定没办法在同一个时间。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生变异呢？不管是在遗迹还是被救，意志气都处于没用的状态。这里有2种猜测，第一种，主角经过海加德的基因改造获得了免疫能力；第二种，主角经过艾达之子的改造获得了免疫能力。目前这2种猜测都有可能。如果是前者，说明贤者的目的一开始就是主角，遗迹里的测试也是为了获得主角的能力数据。如果是后者，则说明贤者的目标只是海加德的执行者，然后在海加德的基因改造基础上再进行活体金属改造。夏佐对我们的来历还是有些怀疑的，但莎莉就没那么多心眼了，果然还是年轻啊。随后确实也付出了代价。这里补充一些官方的漫画资料，这些资料的来源于幻塔官网，用于补充人物和世界观设定。从漫画里能看出来，夏佐是非常宠莎莉的。我们先看一下夏佐的设定：高冷总裁，实力宠妹。夏佐是被神医称赞过的男人。神医是什么？可以看一下我做的塔学系列，他们受过基因改造，免疫元能辐射，是远望号飞船的幸存者，也是幻塔的始作俑者。就看后面官方怎么填这个坑了。后面的资料你们可以截图看。小峰继续上干货，莎莉的黑暗料理实力了得，但这是因为她和哥哥夏佐的遭遇很惨。在父母死后，夏佐带着年幼的妹妹离开了艾达之子。来星岛之前，2人都过着风餐露宿、食不果腹的生活。无论是父母背叛的海加德，还是效忠的艾达之子，夏佐都不信任。在他眼里，他们都是夺走父母的罪魁祸首。在官网也有着夏佐父母的设定，父亲汉克曾是海加德的高层人员，掌管着元能塔的钥匙。在被海加德发现其卧底身份后，选择了自尽。此时年幼的兄妹就在旁边亲眼见证了父亲的死亡。
然后母亲泰亚也殉情而去。但作为父母，他们是不合格的，就这样抛下了兄妹二人，也没想过两人今后能不能生存下去。夏佐的内心一直原谅不了父母，也正是如此，他发誓为了莎莉可以付出任何代价。之后的生活中，夏佐对莎莉是一父一母一哥，他为妹妹织衣服，他为妹妹遮风挡雨，莎莉就是他活着的全部意义。为了莎莉，背叛全世界又有何妨？好了，了解完夏佐兄妹的设定，我们继续解析剧情。出现的提示已经为后续埋下了伏笔。为什么主角心里会有莫名的不安？即使主角现在已经没了记忆，但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还是有预感的。如果不是主角天生有超能力，那就说明之后发生的事主角是知道的。在失忆之前，主角也是了解计划的人，很可能失踪的半年时间，主角一直效力于艾达之子。这一点在后续剧情也是有证据支持的。通过莎莉的介绍得知，星岛避难所是围绕飞船残骸建立的，而星岛的前身是旧联邦的度假岛，曾经是富人的游乐园，可以对比于现实里的夏威夷岛。但在大灾变以后人迹罕至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夏佐才带妹妹隐居于此，远离海加德和艾达之子的双重打扰。但他没想到贤者早就盯上了莎莉，我甚至怀疑莎莉也是赦免天使计划的实验体，而且还是胚胎实验体。接下来我们见到的是避难所的军需官赛琳。赛琳在避难所也是特殊的存在，身为避难所不多的战力之一，赛琳是专门负责扮演黑脸的。她严格但又不死板，对待新人要求守规矩。避难所不养闲人，如果你在她面前翻箱子，会被她严令制止，也是对其设定的写照。赛琳和夏佐是很好的搭档，这也让两人之间产生了桃色绯闻。但夏佐的心思只在妹妹身上，无心谈情说爱。从后续剧情来看，赛琳对夏佐也是欣赏和认可居多，这瓜注定不保熟。公测后的赛琳在性格塑造上不如内测，玩家在对话中几乎感觉不到赛琳的性格特征，只能有个温柔的大姐姐形象。拜别赛琳后，我们来到了中控室，这里的 NPC 相比公测又增加了对话。遗迹里的东西没人知道哪里来的，但能用就行。看来时空引擎很可能也是这么来的。会用就行原理不重要，这点在镜都体验更深。悬浮依靠的就是无序深渊的引力场，但你要问原理，维拉估计没一个能解释清楚的。避难所也有了官方定义，避难所就是避难的地方，并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里面可能有好人也有坏人，大家不过是抱团取暖罢了。这也为后面的剧情做了铺垫。遗迹也不是海加德建造的，具体可以看我塔学系列的分析，也算是实锤了土著文明的存在。下面介绍的这位人士有点牛批，真正的避难所首领帕尔大叔。为什么我说他才是真正的首领？现在夏佐已经失踪很久了，而避难所至今还能运营正常。就算后面发生了艾达之子事件，你会发现帕尔也一直是最活跃的。他在避难所的地位并不亚于夏佐，但在他身上却发生了一件很悲伤的事，他的爱人因为变异被自己亲手处决了。也因为这件事，让帕尔一蹶不振，整日酗酒麻痹自己，直到我们接的一个支线任务，才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懦弱，开始奋发图强，重新肩负起振兴避难所的重任。但实际上，星岛大部分的袭击都是冲着莎莉来的。你会发现，自从莎莉和夏佐走后，避难所基本没被袭击过了。这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呢？我们受委托收集数据，在采集过程中，其实应该是可以下来看看的，但官方怕玩家走丢了，取消了这一设定，所以这里的对话就有点跳。你想去附近看看吗？避难所周围还算安全，无人机会在附近待命的。任务搞定了吗？搞定了就可以返航了。帮助完帕尔，我们跟着莎莉来到了吧台，认识了最擅长厨艺的芬妮小姐姐。刚公测的时候，芬妮的形象非常亮眼，但后续增加了布料，有些可惜了。芬妮和莎莉差不多大，但更加成熟。在莎莉离开后，一直调着莎莉最爱喝的橘子汽水，也是令人惋惜。它也引出了我们下一个任务，哲月门坏了，所以就有了后面的莎莉修理事件。这里和崔斯特对话可以得知，他并不喜欢夏佐。没错，就是这个人在剧情里喊得最凶，而且他还想追芬妮。我第一个反对。和其他 NPC 对话也能得知他们的一些看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丽萨老奶奶是曾经出现在官方漫画里的，也算两边设定吻合了。大家对意志器的态度都有些难受，既要依赖它保护自己，又要担心它会不会坏掉。这种感受确实令人发疯。出门就意味着意志器损毁几率增加，也难怪会有那么多人选择躺平了。接下来就是折月门的技术，分解传输后重组。神奇的是，思想居然还能保持不变，就像主角询问的。那一个人被分解和重组之后，还算是原来的自己吗？传送后还是原来的自己吗？在莎莉修好传送门后，传送到了班吉斯的沙滩上。在莎莉高定以太剧情里也是实锤了，但奇怪的是，监视者是哪里来的？目前游戏里我们能看到监视者的地方，只有猎狗帮的玫瑰园。为什么监视者会出现在沙滩上呢？在我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米娅第一时间给我们传输了新的武器双刀，可见小可爱米娅也是具有战斗辅助功能的。在战斗结束后，我们得知定位系统出了问题，又引出来了弗兰兹的存在。他是被海加德派来调查时间井的。
但海加德并没告诉他具体的信息，所以后续你会发现弗兰茨对时间井很惊讶，到了海加德才会引着他吐槽，什么都不告诉人家，就想让人给他卖命。顺便说一下，内测的弗兰兹设定是雇佣兵，他不属于海加德的势力，而是受雇于海加德，双方属于合作关系。公测看来这个关系依旧成立，所以弗兰茨并不是海加德组织的人，以前曾经从事于海加德，但现在是自由身。在和克拉瑞尔博士的对话里也能说明这一点。弗兰茨的对话是更改过的，内测的时候因为是塔塔跟着我们，此时哲月门有问题，但没有人留下警告，所以弗兰茨在听到芬妮要去采购后大惊失色，急忙就跑回去修理哲月门了。公测后质仆换了小可爱米娅，她主动留下来提醒众人，所以弗兰茨这边就换成了为了让芬妮能尽快买食材而去修理。换塔在剧情逻辑方面还是很看重的，考量的因素确实不少。话说米娅确实吊打塔塔呀，主动留下来看护故障的哲月门，这可比只知道吃烤鱼的塔塔强多了。莎莉在弗兰茨走后提出要修理解构机，很多人都觉得莎莉太顽皮了吧？但你们想没想过，无论是哲月门还是结构机都被他修好了。莎莉顽皮是顽皮，但实力却是真实力。夏佐因为太溺爱妹妹，一直过度保护，反而忽略了莎莉的成长。而弗兰茨看得就很清楚，莎莉想要帮助夏佐的心思一直都很强烈，这也促使他一直努力上进。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战斗能力，莎莉都有进步。我们来到元能塔后，小游民先送了一份地图大礼。莎莉的朋友这个名号是真好用。小游民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模式，更是直接向海加德武器库帮我们申请了权限。在干掉入侵者后，我们也获得了拟态系统的权限。换塔的拟态系统究竟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现在很混乱。最早的普池角色和我们对话的基本都是 AI， 而不是真人，甚至都不是我们在剧情里见到的人物。但在 2.0 以后，对话开始偏向于原角色的对话。想要讲清楚拟态系统，需要单独开一期解析。现在只要知道拟态是一个封装系统，它可以把目标角色的性格和战斗能力直接覆盖到执行者身上，从而让执行者拥有目标的能力。主角的实力并不算强，但只要拟态实力强大，就等于主角实力强大。这个设定和我们游玩体验也是一样的。本来是想把第1天的剧情解析完的，终究是我天真了，光文案就写了4个小时了，要边查还要去找网上视频核对，看来只能分几期来讲了，或者我也可以出的频率低一些，传一期20多分钟的长视频。你们是喜欢看短一点的视频，还是长一些的视频呢？现在这个系列是我开的新坑，重回亚夏。其实亚夏的剧情一点也不差，但需要串到一起来看。主角的艾达之子身份究竟是什么？克雷特社长的人工岛布局目的何在？金矿长和艾达之子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？掠夺者的幕后黑手是谁？文案实力很强的，逻辑性和伏笔前后文呼应，在剧情里都是有的。本期就到这里吧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